我才刚步入婚姻，继父的女儿便主动要求住进我家。看在继父与母亲的面子上，我不计前嫌，将她带回家。但是没想到，等待着我的却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姐，我能来你家住一段时间吗？微信里，妹妹宋怡发来一条消息。宋怡是我妹，准确来说，是我异父异母的妹妹。她是我继父的女儿。自从母亲和继父结婚后，我们便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宋怡一直觉得继父对我的照顾多于她这个亲生女儿，所以从小到大，宋怡一直对我冷眼相看。我一直想找个机会与她推心置腹的聊聊，却一直没有机会。眼下，继父才刚因病去世不久，母亲就因为过于思念父亲而没有注意看车，被肇事车撞倒后，匆匆抛下了我。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我哭得死去活来，我很久都没有从绝望中缓过来。现在突然看到了妹妹发来的消息，我没有片刻的犹豫就答应了。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宋怡一进家门，原本还在因为不想让外人住在家中而和我争执的老公一反常态，体现出了作为一个姐夫的巨大热情。你妹妹长得挺标致啊，是不是有一堆男的想要她？老公陈浩在我耳边悄声笑着说。陈浩，你别乱说，那可是我妹。老公白了我一眼，屁颠颠地跑去帮宋怡拿行李去了。宋怡上身穿着紧身T 恤，下身穿着牛仔热裤，紧致的身材一览无余，处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连我都想忍不住多看两眼。晚上，正在厨房忙着切水果的我，听见了坐在客厅的陈浩与宋怡的互动。姐夫，你创业辛不辛苦啊？一个人操持着一个饭店，肯定特别累吧？嗨，没那么累，等哪天有空了，带你去那个饭店看看。咱们饭店正缺一个好看的姑娘当门面。陈浩这个臭男人。我赶紧端着水果走出了厨房。吃点水果吧。我把水果盘放在了茶几，坐在了沙发上。宋怡用牙签插起一块苹果递给我。姐，辛苦了。我现在也没有工作，整天待在家里也是给你们添麻烦。我能不能到姐夫的饭店去帮帮忙啊？宋怡一脸期待地问着我。想到了白天陈浩的话，我犹豫了一下。宋怡见我犹豫，又补充道：姐，我也不能一直靠你和姐夫啊，我也得有自己的工作，你就让我去试试吧。陈浩也在旁边连忙说：去锻炼锻炼也没什么不好，咱们自己家的饭店，你妹也吃不了亏。当然没有问题，只是你毕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姐怕你吃不来苦，不过也好，全当是一次历练了。既然宋怡想去，我做姐姐的也只能支持。宋怡听了我的回答，显然非常高兴。我扭头一看陈浩，他竟然也异常兴奋。宋怡高高兴兴地去陈浩的饭店上了班，天天早出晚归，也算是不亦乐乎。在饭店前台工作的朋友却总时常打电话给我：你们家老陈这2天看起来工作异常努力呀。那可不是，自己家的生意不努力能行吗？你可要小心点啊！我可是看见那个新来的女孩总是往后厨跑，别到时候一不留神说什么呢？那可是我妹。我不这么想，但是可保不齐饭店里的其他人不会有这种想法呀。放下电话，我陷入了沉思。宋怡在饭店帮忙的这段时间以来，能力确实是提高了不少。当年那个小大人一样的小女孩也终于是长大了。可是这样一个大学生，就算在自己家饭店，也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更何况人云亦云。思前想后，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妹妹内推到我所在的公司工作，这样既不枉费了妹妹的学历，母亲那边我也有个交代。我决定把这个想法告诉妹妹。饭桌上，我看了看宋怡，犹犹豫豫地说出了我的想法。太好了，姐，我正想要和你多学些本事呢。宋怡连片刻的犹豫都没有。没想到宋怡很高兴，我松了一口气。妹妹总归还是能拎得清事的呀。我夹起一块牛肉，递到了妹妹碗里。一扭头，我却看到了陈浩死灰般的一张脸。依靠着我在公司积累下来的工作能力和口碑，领导很快通过了我的申请，
妹妹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公司工作。来到了公司的宋怡依旧活泼而又努力，在同事面前也依旧展现了属于她的独有的热情，同事们都非常喜欢她。可能这就是年轻活力带来的优势吧。就连主管也十分满意于我将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介绍进了公司。看着工作渐渐步入了正轨的宋怡，我也感到十分的欣慰。这与儿时阴郁的她简直是判若两人。12年前，母亲和继父再次步入了婚姻，也将我与宋怡带入了他们的生活圈中。刚刚认识继父的时候，我对他非常排斥，那时天天哭喊着想要回到爸爸的身边，这使得本来就内向沉默的继父常常拿我没有办法。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哄我之后，他渐渐发现我特别喜欢吃零食，也特别喜欢出去玩。于是每次下班回来，不管再累，他都要给我带上一份礼物，有时是一份水果，有时是一袋零食。就连周末，他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带着我去公园游玩。甚至有一次39天冷得能要人命，我为了抓掉落在水中的手表，不慎滑进湖中，是继父第一时间连外套都没来得及脱，便跳进了湖中去救我。我被救上了岸，所幸相安无事，但继父却因此感染了风寒，进而引发了肺炎。宋怡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哭着冲上来要和我拼命，还是继父把他拦住了。宋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对我产生了很多怨言。我深知这件事自己有责任，于是处处想对宋怡更好，但宋怡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直到我后来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眼下继父突然去世，宋怡就像一个没有了线的风筝，四处飘零。母亲临终前浑身插满了管子，我趴在她身上，拼命听她想留给我的话，但是母亲说出的话呜呜咽咽，最终我也只听清了一声宋怡。母亲一定也放心不下妹妹吧？我强忍着悲痛点了点头，我发誓要帮母亲和继父照顾好我这在世上唯一的亲人。眼下宋怡变得越来越开朗，越来越懂事，跟我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与陈浩的关系也礼貌而懂分寸。宋怡真的是长大了，只是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捉摸不透，因为继父去世的十分突然，以至于在外地上学的宋怡没能及时赶回来见到继父的最后一眼。宋怡因此在继父的葬礼上哭晕了2回，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为什么宋怡把情绪调整得如此之快呢？虽然继父和母亲接连的去世，一度让我痛不欲生，但生活还是得继续。眼下我的事业渐渐升温，陈浩饭店的生意也蒸蒸日上，生活也确实在慢慢变好。就在这个当口，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得知怀孕的消息时，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等平复了一下心情后，我在晚饭时对宋怡和老公宣布了这个好消息。陈浩听了顿时乐得把我抱了起来，宋怡在一旁害羞地笑。我赶紧让陈浩把我放了下来，免得伤到了肚子里的孩子。陈浩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我，临了还不忘在我的脸上亲了好几口。我不好意思地别过脸，看了一眼宋怡。宋怡很识趣，赶紧夹了一块鸡翅放进了我碗里。姐，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恭喜恭喜，你平时工作已经很辛苦了，现在又怀了孕，以后我就负责你的日常饮食了。宋怡开心地笑着说。我被他这小大人一样的话逗笑了。这孩子自己都不一定能照顾好自己呢，倒先想着照顾起我来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宋怡果然说到做到。在此之后的每一天，她一下班就在厨房里忙碌，弄得我十分的不好意思。但宋怡执意要把我推出厨房。哎呀，姐，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你怀孕了，我照顾你很正常。咱们姐妹俩就不要客气这个了。我听了这话，也只好笑着走出了厨房，心里一阵阵地感到温暖。就这样，妹妹每次都赶在我之前回到家，在厨房一忙活就是1-2个小时。有了妹妹的后勤助力，我也能把更多的时间养胎，也有了更多心思花在我的工作上了。最近我在跟进一个极其重要的客户，如果成功拿下，我的事业将会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为了更好地谈成这次合作，
我已经连续加班辛苦6天了。妹妹宋怡也心疼我的身体，总是喊着叫我去吃她烤好的小点心。推辞不过，我去厨房的烤箱中拿了一个，又倒了一杯果汁，倚在橱柜上，享受着这片刻的悠闲。吃过了点心，我准备回到书房，妹妹却走了过来。姐，有什么大事不能留在明天做呀？你看你都熬出黑眼圈了。妹妹满脸心疼地看着我。真的，我已经有黑眼圈了。早先我还和闺蜜聊过，等我怀孕了，必须要注意身体的保养，一定要做一个美美的准妈妈。眼下竟然这么快就破戒了。我想了想做完的资料，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干脆早点睡吧，早一点休息，明天才能精神充沛地去展示我的工作成果呢。想到这些，我和妹妹道了声晚安，脚不自觉地迈进了卧室。一觉睡到了天亮，谁知道第2天却出事了。当我准备把资料展示给合作商时，才突然发现文件夹中空空如也。合作商们摇了摇头，面面相觑。我紧张地看着主管，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着杀人的刀。我忘记了自己最后是怎么走出的会议室，怎么下的班。我只记得下班之前，主管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宋欣然，听说你怀孕了。”公司以重大工作失误的理由辞退了我，尽管我知道根本原因是出在我有身孕这件事，但是有这样一个失误在前，这官司就算我打，也没有证据。眼下我也只能服软，拎着我的东西离开了公司。不过我还是想不通，自己还没有显怀，在办公室里说话也一直慎重，主管是怎么知道我怀孕的事？孕期的反应已经让我越来越疲惫。回到家，我来不及想别的，只想赶紧躺下来休息一下。可谁知我躺下3分钟都不到，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电话里，朋友语气短促而焦急地说：“陈浩的饭店出事了。”顾不得考虑其他，我连忙拿起大衣下了楼。等我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时，急诊室门口早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了。一种不安感顿时在我的心中升起，我慢慢靠近人群。果然，在人群中央，我看见了陈浩的身影。陈浩看见我来了，马上走到了我身边，随之而带来的还有那些围在他身边乌泱泱的一张张凶狠的脸。陈浩，到底怎么了？我吓得说话都开始变声了。没事，你别害怕，就是咱家饭店把人吃进医院了，我得跟着处理一下。什么叫吃进医院了？陈浩，你干什么了？我急得开始控制不住自己。你别怕，也别激动，对孩子不好。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顾客吃了咱家的饭菜，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不过这事我能自己处理，谁把你叫来的？赶紧回家，让小伟送你回家。陈浩指了指旁边跟来的服务员。本就因为怀孕难受的我，听了陈浩的话，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我晃了晃身子，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开始一阵阵的想吐。在一旁的小伟看见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索性直接架起了我，把我往医院门口拉。我还想说话，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只能随着小伟的步伐移动。耳边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赔钱。那天陈浩一直到深夜才回到家，一进家门，陈浩就朝我要家里的存折。要钱干什么？我问他。赔给食物中毒的家属啊。要赔多少？40万。我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这几年我的工作不稳定，陈浩的创业之路也才刚刚开始，这40万几乎是我们手上所有的存款。怎么不报警呢？我质问陈浩。菜都已经被吃光了，店里也没安装监控，说不清是哪一边出了问题。对方都是有点背景的人，真要是打了官司，赔得更多。陈浩坐在沙发上，垂头丧气。我当初就让你安监控，你非说在厨房的那帮人都是你的好兄弟，安监控不尊重人。现在出事了，你的好兄弟们呢？都去哪了？我气不打一处来。你也别当那个马后炮，陈浩冲我喊着。我气得瞬间升起一股火，顺手拿起了茶几上的水杯，扔到了陈浩脑袋上。陈浩没来得及躲开，头上瞬间被砸出了鲜血，把从房间里跑出来的宋怡吓得愣住了。
姐夫！反应过来的宋怡连忙冲过去，捂住了陈浩的伤口。陈浩蹲下身，缓了一会后，突然站起身，朝我冲过来。我特么弄死你！我们扭打在了一起。在一旁的宋怡吓得边哭边尖叫，抱着陈浩的腰，感觉是在拼命地拖着陈浩，但似乎力量微乎甚微。我的脸还是被陈浩打了好几拳。就在我濒临窒息的时候，陈浩似乎消了气，停下了手，一脚踹开了旁边的椅子，怒气冲冲地打开防盗门，离开了家。看着陈浩关上的防盗门，我再也抑制不住我委屈的情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宋怡吓得不知所措，拿着纸巾慢慢帮我擦着脸上的眼泪。姐，别哭了，咱们不跟他过了，跟这个王八蛋离婚。我们姐妹俩抱在了一起，嚎啕大哭。这一夜，我们谁都没有睡好。陈浩在这之后的半个月都没有回家，宋怡也向公司请了假，专门留在家中照顾我。她还是那个贴心的孩子，变着花样的给我做着各种各样的菜，可是我怎么都吃不下。再加上已经有身孕，我眼看着越来越消瘦。这天晚上，宋怡兴奋地从外面带回来一大包东西，我好奇地看着她拿着东西进了厨房。不一会，厨房里就飘来阵阵香味。姐，快洗手吃饭，尝尝我给你做的菜。宋怡双手端着一大盘菜，小心翼翼地往餐桌上放。我洗完手，坐下来一看，发现是一盘黑乎乎的肉。这是什么？快尝尝，这是我托朋友给你买的野猪肉，对孕身特别好。宋怡连忙夹起一块肉，放到了我的米饭上。我夹起了这块肉，仔细地端详，肉上竟然有细小的一条像衣服一样的棉线。我顿时感到了一阵恶心，趁着宋怡转身的功夫，我将肉扔在了面巾纸里。怎么样，好吃吧？多吃点。宋怡一边说，一边又给我夹了一块。你别光给我夹菜啊，你也吃啊。宋怡却一阵阵推脱，这肉很珍贵，我还是不吃了。你多吃，补充好营养。我听了这话，抬起头看了看宋怡，她的眼神一直在躲闪。我总觉得她今天似乎和平时有些不太一样。离产检的时期越来越近了，可陈浩却还是没有回来。但越想到陈浩的事，我就越来气。我决定不等他回来了，自己收拾收拾东西去医院。我收拾好了东西，正准备叫上宋怡时，却发现她不在卧室。听见厨房有声响，我蹑手蹑脚地靠近了厨房。宋怡正在厨房里不知道做着什么。宋怡，忙什么呢？我都收拾好了。宋怡的肩膀很明显地抖了一下。没什么，没什么。我刚才看你吃完饭没顾得上喝水，帮你接点水。宋怡转过了身，手里果然拿着一杯水。急什么？喝点水再走。医院附近超市的水卖得贵。听了宋怡的话，我接过了水，拿着水杯向她走向了客厅。我低下头，看到了水杯沿上些许的还没来得及融化的粉末。我悄悄将水倒在了客厅的花盆里，顿时感到万念俱灰。不一会，我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宋怡，快帮我叫辆车去医院！我肚子好疼，我蜷缩在地上，捂着肚子朝着他求救。然而他不为所动，甚至转身从酒柜里拿出了一瓶红酒，倒了一杯，边喝边微笑地看着我。宋怡，我快坚持不住了，我急得声音大了很多。宋怡端着红酒，慢慢向我走近。突然，他把红酒扬在了我的脸上，我的视线一下子猩红一片。宋欣然，你喊什么喊？现在除了我，还有人能够救你了吗？宋怡，你做了什么？宋怡轻蔑地哼了一声，对我说：宋欣然，你是我的杀父仇人。就是因为你们的出现，夺走了父亲对我全部的爱。要不是你，我本来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是你妈带着你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你比我懂事，比我好学，比我聪明。你夺走了本应属于我一切。可是咱妈也对你很好啊，我们都很爱你啊。我向她解释道。别打断我。如果我爸当年没有跳湖救你，他不会感染肺炎，也不会因为肺癌去世。宋怡说到这里，声音开始发颤。你妈根本就是个蛀虫，从来都不出去工作，一直都靠我爸一个人在外打拼。
如果我爸不是为了工作那么累，他也不可能那么早就去世。陈浩的饭店出事了吧？你的资料找不到了吧？既然你们家爱财，我就让你破财。不光这些，宋欣然，你们让我没了爸爸，我也要让你失去所有的亲人。我要让你们长命，让你妈，让你老公，让你肚子里的孩子长命。你喝的就是堕胎的药，宋欣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宋怡叫嚣着冲进了厨房，提起一把菜刀向我冲过来。眼看着宋怡提着菜刀离我越来越近，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一个翻身起来，夺走了他手上的刀。宋怡还不及反应，刀就被我夺走了。你在干什么？我举起菜刀冲着宋怡，宋怡吓了一跳，连忙蹲下了身。宋怡惊恐地看着我。宋怡，你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可怕？亏我之前还一直在为你说话。我一把将菜刀扔远，痛心地着看他。宋怡惊讶得哑口无言。宋怡，你姐夫几次三番怀疑过你，但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他，直到我今天亲眼看到你在做手脚。宋怡愣了愣，似乎没想到自己败露得如此快。他沉默了一下，还是笑着说：就算你看出来了，又能怎么样？你老公陈浩已经被我找人杀了。宋怡然，野猪肉好吃吗？你余生还是会在痛苦中度过。陈浩，你真的确定你杀了他吗？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点开了免提。不一会，陈浩的声音传来：媳妇，事情解决了，带警察来吧。我放下了电话。宋怡沉默了一会，突然开始啜泣。宋怡，我靠近他，看着他青春阳光却挂满泪痕的脸。你说咱妈只知道一味的花钱，你不知道咱妈早就为你攒好了一大笔钱，就是怕你出了社会没钱吃亏，这钱连我都没有份。你说爸只知道关心我，你大概不知道你小时候每次考完试，爸都和我仔细分析考试失败的原因，然后私下求你的班主任平时多照顾你，他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宋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你，爸自从生病了都让我对你隐瞒，就是怕你担心。我们也私下去了全国很多家医院治病，这些你都不知道。你的心里面只有恨。我看着他的眼睛，痛心地说：我什么都没有做，你们没有证据。宋怡嚎叫着。宋怡，我晃了晃手机，都让我录下来了。我靠近宋怡，一字一顿地问他：你应该不会不认识徐泽吧？雇徐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是一个无法信任的人？宋怡震惊地看着我，哑口无言。陈浩和我说的时候，我根本就没相信，谁会拿人肉开玩笑呢？直到我今天看见你在水杯里下药。宋怡，你太让我心寒了。窗外的警车声越来越大。宋怡到底也才20出头，听到警车的声音，她彻底慌了，跪着爬上前来，抱住了我。姐，我错了，你放过我吧。宋怡嚎啕大哭。看着宋怡的样子，我突然想到了我的继父，如果他还在，也一定不希望看到现在这幅场景。我的心开始疼，随着呼吸开始剧烈的疼，耳朵里也渐渐听不清宋怡的哭声，听不清警察破门而入的声音，也听不清陈浩抱住我安慰我的声音了。说来也是巧，自从上次资料莫名丢失之后，我就总觉得有些事情不对。碰巧那天陈浩的饭店出了事，陈浩在我回家的路上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确定饭店是被人做了手脚？我听了陈浩的分析后吓了一跳。我基本可以断定，而且我还能确定是谁搞的鬼。你要是不信，晚上我回家，我们演一出戏，真凶很快就会现形。陈浩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说。那天陈浩与我争吵后，冲出了家门，向着提前预定好的酒店走去。本来只是想着出去躲躲，看看宋怡在家中的反应，没想到才刚过了一条马路，就让人在背后勒住了脖子。幸好陈浩膘肥体壮，3两下就制服了那个人，都打劫到我头上来了。咱们警局走一趟吧。陈浩哭笑不得。什么打劫？我只是认错人了，你把我放开。陈浩没有听他的狡辩，准备把他带到警察局。谁知那人竟然扑通一声给陈浩跪了下来，求爷爷告奶奶奶的跟陈浩求饶。
陈浩觉察到了蹊跷，于是拿出手机，装作打电话叫人。那人也是胆小，经过陈浩的这一下，马上把宋怡的计划全盘托出了。原来他是宋怡大学时期在酒吧打工认识的一个朋友，早已仰慕宋怡已久。最近和宋怡聚一起吃饭的时候，听到了宋怡的哭诉。放心吧，妹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杀父之仇怎么能不报？说吧，你要我怎么做？陈浩抓着徐泽的头发问道：“你确定说的都是事实？我徐泽要是说的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宋怡答应我做成了这件事，他就跟我在一起。我脑子一热就答应了，但我根本就没想杀人啊。在陈浩的监视下，徐泽拿着手机开始与宋怡联系，一切都按着原来的计划如约进行着。只是单纯的宋怡不知道，与他接应的徐泽早就已经被陈浩控制了。看到宋怡一个人来交易地点取走了肉，陈浩马上给我打了电话。只是我当时并不相信这一切罢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陈浩的饭店日渐起色，我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晚上，陈浩摸着我的肚子说：“亲爱的，你说人心有时候怎么就这么难以琢磨？”我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看我没反应，接着说：“你也是，都商量好的吵架，一丝一丝，一个玻璃杯就扔过来了，缺大德了。你不缺德。明知道我怀孕了，打得那么重，我给了他一拳。我已经很注意分寸了，好吗？一点都没伤到你的肚子。嘿嘿，等这孩子出来，8成是一条好汉呐。”陈浩渐渐地冲我笑。你说这孩子还没出生就经历了这么多，等他出生了，叫个什么名字好呢？我摸着肚子问他。我看呐，你这是引了一条狼入室进了咱家呀，这孩子就应该叫陈一郎。陈一郎？你确定？难道不是宋一郎吗？我打趣地问道。陈浩的脸顿时沉了下来。你怎么处处想接我的短，时时刻刻都想强调我是你家上门女婿？一句玩笑都开不得了。睡觉，我懒得再搭理他，转身关上了灯准备睡觉，但是一躺下，脑袋里全都是宋怡的身影。我反反复复琢磨着宋怡说过的话：我要让你们长命，让你妈，让你老公，让你孩子长命。难道说母亲的车祸也跟宋怡有关系？我辗转反侧了一夜。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了派出所，想向警方了解一下关于宋怡的审讯过程。故意杀人，这是大罪。这下就是我在念及旧情，也无法原谅宋怡了。但是警察却告诉我，宋怡不承认曾经开车撞过我妈，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宋怡与车祸有关联。我不信，决定亲自去见见宋怡。在看守所里，我再次见到了宋怡。几日不见，宋怡看起来更加的清瘦了，原本就立体的脸上已经瘦得突出了颧骨。看到我来，宋怡把身体别过去，一言不吭。我坐在了宋怡的对面，静静地看着她。宋怡，我想再问你一次，咱妈的车祸和你有没有关系？宋怡把身体转过来，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再怎么说，我母亲也是你继母，宋欣然，我特么都跟警察说了1万遍了，我没有找人撞你妈。宋怡，你现在承认，我都说了我没干。宋怡突然情绪失控，咆哮了起来。我和你有仇你就怀疑我，陈浩还骗你呢，你怎么不怀疑他？宋怡声音沙哑地反问我。你说什么？陈浩骗我？宋欣然，你不是老觉得自己聪明吗？怎么连陈浩偷偷开公司这事都不知道？听了这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陈浩开公司？我在饭店帮忙的时候，他就总和我吹嘘他有好几个公司，特别有钱，那些钱都是他自己的，还想让我跟他，哈哈哈，真可笑。我的脑袋懵了一下，陈浩开公司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宋怡冷漠地看了我一眼，站起身离开了座位。我坐在座位上愣了好久，直到民警过来喊我的名字。回到了家中，我反复思考着宋怡说的话，他的话到底可不可信？他的眼神怎么那么坚定？他有没有在说谎？陈浩开公司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浩为什么要背着我开公司？
我翻遍了家里，寻找着相关的合同，一无所获。突然间，我想起了母亲出事那天陈浩的一系列行为。那天，我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母亲被一辆车撞倒，被紧急送往医院救助。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却因伤势过重，话都没交代几句，就匆匆地走了。我悲痛得六神无主，赶忙给陈浩打电话，谁知陈浩第一句话说的是：“咱妈去世了吗？”我气得直骂陈浩：“你说的这是什么屁话？”陈浩赶紧安慰我：“我说错了，说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逐渐想起母亲前一阵好像确实仔细地向我询问过如何给他人转账，是给陈浩转的账吗？陈浩与母亲的死有关系吗？我拼命让自己镇定下来，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门锁声突然响起，陈浩回来了。怎么样，你妹交代了买凶撞人的事了吗？陈浩连外衣都没脱下来，就急着问我。还没，我紧张的语无伦次。哎，小丫头都进去了还不诚实，这不早晚的事。你吃晚饭了吗？厨房里有饭，我打断了他的话。陈浩洗了洗手，向厨房走去。别说，还真饿了。厨房里传来陈浩的声音。我连忙拿起陈浩放在沙发上的手机，颤抖着双手点开了他的通话记录，把母亲出事那2天的所有通话记录都一一拍了照。我发现陈浩与一个尾号是0423的机主通话非常频繁。亲爱的，我想开你车去一趟超市，晚上我想多做点好吃的。我语气紧张地和他说，生怕一个闪失露了馅。你都怀孕了，还折腾什么呀？想吃什么，我给你带回来不就得了？陈浩边回答，边在厨房里大快朵颐。我的冷汗都要下来了。哎呀，你没听医生说吗？孕妇要时常运动。没等他回答，我抓起他的车钥匙，快速地换上了鞋，打开防盗门，飞一样地逃下了楼。一坐在车里，我立刻锁上了车门，给尾号是0423的机主打了电话，确认了他们汽车修理店的身份。紧接着，我又赶紧把车开到了当时处理车祸案的派出所，找到了当时的负责民警。警察同志，我想我可能知道谁是撞死我母亲的凶手了。宋女士，你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现在还是以证据为主。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我们也在积极走访着群众。你们检查一下门口的车吧。说完这句话，我就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一样，全身都没有力气了。经过民警的仔细排查，确认了残留在汽车中的血迹是我母亲的。警方随即对陈浩进行了抓捕。在修理店老板的指认和证据面前，他终于承认了撞死我母亲的犯罪事实。原来陈浩在外头沾花惹草的，让那个人怀上了孕。他3天2头以孩子作为要挟，想让陈浩赔偿他一笔青春费。陈浩不堪其扰，想到了我母亲无意中说过的留给宋姨的那一笔钱，于是陈浩以在外投资失败，欠了一笔高利贷，不敢告诉正在备孕的我为理由来向母亲诉苦，甚至还向母亲捏造借高利贷的那帮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家庭住址，马上准备上门堵截。母亲担心我一旦知道了这件事，为钱上火，伤了身体，难再怀孕。再加上陈浩信誓旦旦地向母亲保证，这笔钱半年以后一定能还上。于是母亲背着我把本来给宋姨留的钱全拿了出来，给陈浩应急。那天母亲正从药店出来，偶然一瞥，看见了陪那个女人从医院出来的陈浩。当母亲气急败坏地上前揪住了陈浩时，陈浩将母亲劝进了车里，准备回家和母亲好好解释一下。一路上，母亲越想越生气，执意要下车，扬言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还要让陈浩净身出户，分文不剩。坐在车里的陈浩眼看着一个人在前面走着的母亲，越想越害怕，于是踩紧油门撞了上去。之后，陈浩将汽车清理了一遍，还将车送进了常去的修理厂。厂里的员工和陈浩都熟悉，也没有仔细过问车出了什么事才会撞得保险杠都变了形。陈浩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却在一心报仇的宋姨身上露出了马脚。
得知了一切真相的我，许久都没有缓过来。一边是我用真心相待的妹妹，一边是对我关怀体贴的丈夫。我的生活里生生闯进了2只狼。临近分娩的我大病了一场。生病的这段时间以来，多亏了在饭店的朋友出手帮忙，我才得以顺利产子，顺利出院。我抱着孩子准备出院那天，刚好也是法庭宣判的日子。在看守所里的陈浩曾经跟警察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想要与我取得联系，我拒绝了。很快，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陈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在家中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很多朋友都专程赶来陪着我，照顾着我。他们笑着问我，以后想给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呀？我突然想起，曾经我也这样问过他。当时他觉得家中来了一条狼，孩子应该叫陈一郎。我笑了笑，对朋友们说，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个好人。